笑岔气了，一个号称可以游泳的比亚迪仰望 U8，再一次陷到了河里面，爬不出来了。8月24日，有热心网友发视频表示，在新疆伊犁一台仰望 U8 开到河里游泳，结果出不来了。从现场看，水位已经没过了整个轮胎。有其他网友就表示，这条河肯定不对，之前在别的河就飘起来了，而且还有欢呼声。还有人说是驾驶员技术不好的，仰望 U8 在宣传中可是能完美悬浮的。甚至有人还挑战过湘江，虽然因为特殊原因挑战失败了。更炸裂的还在后面，当喊来专业救援队，救援车辆为一辆长城的坦克车型。眼看仰望 U8 就要被拉出来的时候，被人叫停了。原来是一个自称品牌方的人来了，他表示不能救援，你用长城的品牌拉比亚迪的车，让你就这样拉上来了，比亚迪的面子往哪里搁？真的能让人笑死，面子还是比车更重要的。结果长城坦克救援车只能灰溜溜地收好绞盘走了。原来这是比亚迪自己要拍一支宣传广告，特意开到河里，哪知道游泳失败，差点淹死在河里。从现场看，有警察在帮忙，当时天气大概10几度，河水是冰冷刺骨的。在长城坦克救援的时候，警察站在河水里帮忙，结果忙活了1个小时，快被拉出来的时候被叫停。有网友就说，比亚迪怕丢面子，你们自己的人到河里抛着去。难为警察这算什么本事？事后分析原因是河水太浅了，没有游起来。比亚迪高估了仰望 U8 的能力，也可能是自己宣传的时候太过了，连自己人都骗了。最后是喊来大吊车，直接从河里吊起来的。从这次也可以看出，长城和比亚迪是有多大的仇。万一真让长城救援出来了，以后车圈估计就会多一张经典图，全部都是你看，你家的100万豪车还要长城来救援。下次不要到处吹牛逼了。当吊车把比亚迪仰望 U8 吊在空中的时候，网友截了一张图。从业余眼光看，这张图的技术质量非常好，主题表达比亚迪搁浅河道被救，表达的也很好。夕阳西下，落日余晖的画面感，感情效果也很好，创意更是满满。不论从光影到构图，都是堪称完美的宣传海报。建议比亚迪可以把网友截图放官网上。那么看看特斯拉的 Cybertruck 是怎么游泳的。Cybertruck 一直宣传自己能行驶在任何星球表面。国外一名小哥把他的 Cybertruck 开到几条深度不同的小河里进行涉水测试。首先他在车内把涉水模式的开关打开，车辆就会自动把空气悬挂的高度调到最高。等待10分钟后，他就朝着那条深度最浅的小河冲过去。飞快的车速让河水直接覆盖了整个前挡玻璃，但是 Cybertruck 用它那根巨大无比的雨刮了几下之后，他就顺利通过了第1条小河。接着小哥来到第2条深度更深的河流进行测试，看到他的冤种兄弟站在河流里给他拍摄，而河水已经完全漫过了他的小腿。而从这位兄弟的视角来看，这个深度的河流对塞巴彻来说还是小菜一碟，他还是轻松的通过了第2场测试。紧接着来到本场测试难度最高的一条河流，水位的高度已经明显漫过了车头的日行灯。此时我已经有点分不清它到底是一台皮卡还是一艘皮艇。此时他的冤种兄弟也因为水位太深而只能站在河边拍摄。由此可见 Cybertruck 的游泳能力真的非常夸张，它能行驶在任何星球表面的宣传语看来也是名不虚传。经过这一系列近乎变态的测试之后， Cybertruck 也仅仅只是挡泥板有些脱落，还有车尾的屁股有点小开花。如此强悍的 Cybertruck， 我就想问，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是它去不了？中国最近也有人把 Cybertruck 开上了路，之前一直传的是因为政策原因 Cybertruck 无法在国内正常上牌行驶，但是这也难不倒部分人，就连马斯克都上不了的牌，天津港做到了。只能说在中国有钱能始末推轨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根据媒体报道，首台平行进口到国内的 Cybertruck 花费了200万人民币。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，就比如贴上反光条和喷上字总质量3100 kg， 荷载5人。
这一下真的越野气质全没了，到国内你也只能是拉货的份。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强制15年报废。兄弟们啊，一位车主买了某新势力的一款车，整车买的是整车，但是开了1个月之后充不上电了，最后发现电池被厂家锁了。去索赔的时候找他的时候啊，人家说那这个电池我们是不卖的，我们只租。那我就纳闷了，那你买个整车都没电池，这咋回事啊？我们以前买油车的时候从来没说你光买个车我不给你发动机呀，你发动机要租我的呀，好奇怪啊！以后照这个发展形势，我估计方向盘你也得花钱租，1个月只能打80圈，多一圈他就给你锁死，还得交钱。你开暖风开空调你也得交钱，不交钱他也给你锁死。踩刹车早晚都得收费，这玩意儿你真的是没事干急了，知道吧？你这现在挣不到钱，你都开始咬人了，知道吧？所以铁子们，不是我说这些新势力不好，真的，他们根本不是想把车造好，只是想在某些方面能更多的割一波韭菜，挣一波老百姓的钱。首先是广告大肆的宣传，然后找某某代言，某某去推。因为老百姓毕竟接触车辆比较少，很多人都被蒙蔽了，等到买到车发现问题的时候都已经迟了，推车你推不掉，他就只能慢慢的割你韭菜。还有那些上次我说的终身质保的事情，因为你要看他的保修手册，不是整车终身质保呀，知道吧？整车终身质保它只是保了几样东西，其他小东西它还是3年或者2万公里或者3、5个月，他都给你细分了，分的特别的细。你只是看一个整车质保，但是他保养手册里面怎么列的细细的，早就把坑挖好了，就等着你跳。人家国外是研究技术，咱们的车企是研究人的心理，可笑又可悲。差一点就翻车。但是方程豹的老车主是真的翻车了。比亚迪之前一直不承认的设计缺陷，在新生产的批次上偷偷摸摸地改了过来。老车主估计要蒙着被子哭了。新韭菜已经出锅，看一下和老韭菜有啥差异。这是7月份出厂的新车，看一下半轴的话，现在已经换成加强的半轴了。刹车油管的支架的话，已经改到仰角的背面了。尊敬的厂家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老车主改进这个刹车油管支架？再看一下底盘的排气管，这台车选装的是固踏，排气管的弯管依然被砸了个坑，厂家能不能别砸这个坑了？这台车是固踏，不影响电踏。再看一下后虾支臂螺丝顶油箱的问题有没有改进？这次厂家呢，直接是把油箱的模具改了，把油箱凹进去了，完全顶不到螺丝。后排气管依然没改进，1000公里就烧成红锭了，建议厂家改一改。尽管新批次有改进，但是还是没有抵挡住方程豹品牌的颓势。自官降5万后，方程豹最新7月销量还是环比大暴跌，跌幅达到了31%，堪称大滑坡。比亚迪方程豹5最新6月份的销量达到了2680辆，结果官降反而导致7月份的销量就暴跌到了1842台，下滑幅度超过了宝马。有网友就表示，比亚迪想和 BBA 一样吃高溢价，提供情绪价值。然而产品力撑不住价格，被市场教育。然而作为新品牌或者以前的落魄品牌，知名度在大众眼里根本不够。您车牌是鲁 G， 鲁 G 是哪里的？鲁 A 济南的，鲁 B 青岛的。鲁 G 是哪里啊？奔驰 EQS， 当时我买的是店里的试驾车。哦，试驾车45买的。哦，45还可以啊。试驾车买过来就相当于二手过户了。对，但是在我们 4S 店认证的。就是我买了之后，第2个月空调坏了，换了一个空调，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原因，我就没有用。再使用出现了空气悬挂故障，又更换了一次，维修1个星期。到了晚上行驶的过程中，车门自动打开了。哪个车门开了？我的主驾驶车门，就是呼砰打开了。对，然后我就用手把着它嘛，然后就停下了。然后停下之后，我就录了个视频。我看到了这个车门在你整个手劲儿很大的往回带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是直接弹开了。对，就是这个锁扣是没有搭牢的。
找他们拖车拖到他 4S 店去了。他们检测了，说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视频拍完了之后，车子一重启，所有的锁又好使了是吗？好使了，又全好了。明白，你这个锁扣的配件他就查过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对，他说没有任何问题，让我先开回来再又出现故障的时候再去找他。那你给我出具一份就是你们检测没有检测出来问题的一个报告。他说没有，不出这个报告。第二天又出现了车门锁弹不出来，隐藏式门把手无法弹出是吗？对对对，锁打不开。他先弹开了，然后他又收回去了，一声很大的声音弹开。这锁肯定有问题啊！这个锁的状态就是很异常，它都快跳舞了，它这种噔噔噔噔噔。对呀。奔驰还坚称这个车没毛病吗？对，然后我又把视频录了发给他，然后这一次他又要求我把里程数一起拍进去。我说我都被锁在车外了，我怎么上哪儿拍里程数去啊？我得打开车我才能拍照里程数啊！你这个车子本身是几年的车呀？22年5月份的。22年5月份的车，然后试驾了1年半。退役，然后你是2023年的12月份购入，然后买回来了之后没多长时间更换了空气悬架，更换了空调系统，现在又出现的问题是锁。我就是说这个试驾车在服役期间，你有没有查过它换过什么东西啊？我换过那个空气悬挂就坏过，1年半之内就换空气悬架了。对，4天以后他们好不容易有工作人员联系我，一打过电话来，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是个二手车。然后就是我说我是二手车，但是我在质保内。再说了，我就是二手车，我也是买的奔驰。行，那么我想问一下，截止到今天给我打电话之前，这家 4S 店给你最后的解决方案和你们沟通的最新进展是什么样的？他就说让我把车再开过去，然后他再去检测。你开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还在我手里。杠在哪里了？他是让我找一个我的大空，就是说他一回去要不知道休多长时间，他周6周天还最好别去送去，因为1年之后就出了质保了，他们换一个件就26000块钱，我想要给我申请做延保，然后他们这些都没有回复。好的，情况清楚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您车牌是鲁 G。鲁 G 是哪里的？鲁 A 济南的，鲁 B 青岛的。潍坊的是潍坊的，哪家门店？那个荔之星。你好，王女士的这台车子是买的咱们店的试驾车，您本人清楚吗？他前几天来呢，这个事我不太清楚。然后他应该是买的二手车的试驾车吧，不是买的我们店的试驾车，应该是吧？有什么区别呢？买的你们店试驾车，在原则上它不就是一台二手车吗？没事，咱们这个正常的3包是都可以一样的，这个没事。您说一下啊，您说。我现在的问题在于，王小姐跟我反馈，第一，这台车偶发的车门会自己打开；第二，就是车主想要一个延保，一直没有给他批下来。你如果本人不清楚，我就不去评价了。那你就找你的领导，你说现在王小姐已经进行了投诉，这没问题啊。第三，他的这个车子偶发性的，他那个锁扣是肯定有毛病，因为他弹开了之后，车主都还没上车呢，又锁死了。王小姐和你们门店处理到哪一步了呢？你们让他把车子丢在店里，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检修。但是王女士本人拿不出这么长的时间，要求你们给一台代步车。根据汽车3包规定，累计维修5天以上，她本来就应该有一个代步车的。我不懂为什么没给到。首先说代步车问题，我先回答一下您啊。你说这个代步车我们是有，但是现在确实是都在外边，客户现在用着。如果要是没有代步车，实在给不出来了，那么就是一个补贴的问题了。交通补贴你们是有这个费用的，我是知道的，你就跟你领导去讲。咱们店还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客户这边为主，这个您放心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车主如果真如你所说，就不会给我打电话投诉了。你跟领导讲一下。节目结束了之后，4S店怎么跟你说的？刚开始回电话就说你找哪都没用，还是我得给你解决。反正后来又给了个电话，态度就变了，然后就说会积极给处理，去上报检测，跟厂家再去申请。我当时的诉求不是想要延保吗？这个算是初步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。好的，情况清楚了，那这事儿我就帮你追踪着，如果后续你这里解决了，给我发个信息好吗？好嘞，谢谢你。最后说一下国内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暴雷到底有什么影响？虽然现在大多数车评人对此保持沉默。广汇汽车7月12日晚间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5.83亿至6.99亿元，而上年同期盈利6.01亿元，经营性亏损则达到7.56亿至8.72亿元。这意味着广汇汽车目前的经营全线亏损，广汇集团负债高达600亿，已无力自救，翻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若广汇无法自救，可能出现的后果包括江苏、山东、广东、辽宁、安徽等多地 4S 店提车困难。这些店铺涉及奔驰、宝马、沃尔沃、捷豹、路虎等多个品牌。消费者表示，门店以银行财务问题、资金困难为由拖延提车，实际原因可能是车辆合格证被拿去抵押。此外，多地广汇门店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，部分门店濒临关闭。如果广汇汽车无法自救，车主可能永远提不到车，这或许是车评人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。根据法律规定，上市公司破产后赔偿顺序如下：首先支付破产费用，其次是拖欠员工的工资、社会保险和税款，最后才是无担保的一般债权人。因此，广汇一旦破产，普通债权人很可能得不到赔偿。目前，很多汽贸店在卖的车辆，实际上来自于这些 4S 店的库存车。这些车辆可能存在问题，买车时一定要确保证件齐全，包括车辆合格证、购车发票、3包凭证等。广汇汽车经营着50多个品牌，涵盖了市面上大部分主流品牌，拥有781家营业网点和695家 4S 店。如果广汇破产，这些品牌将失去销售渠道，库存车可能被银行抛售。目前不建议去 4S 店买车，因为广汇的破产风险让购买保障不足。尤其是20万以上的车型，买车时一定要谨慎。现在说破产就破产，没有任何保障。关注汽车价格的变化，可以重点看上海、山东和沈阳，这些地方是汽车降价的风向标。买豪华品牌的车主，尤其是20万以上的车型，一定要沉住氣，理性購車。好想問下佛山呢邊嘅朋友，你哋嘅螺絲粉係紅菜多過粉嘅咩？阿平，呢啲生意唔係咁做㗎。你講你買有粉，我咪買啲螺絲粉啦。你真係紅菜啦，幾充數？生意唔係咁做噶，你都按菜我冇講你。佢哋粉又買熟嘅。天天你粉都買有熟嘅，你呃我食乜嘢啊嚇？食乜嘢好？我想問。又買咗佢哋粉。啲粉硬硬嘅啲，硬硬嘅啲鋼絲，呢啲生意唔係咁做噶。